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介绍新的工兵统帅啦，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是男生。那这位统帅属于是中东国家的那边的统帅啦，那你们可以理解为他也是穆斯林的统帅之一。他的天赋是工兵通用技能，不是真实伤害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边的技能介绍。首先，他是单体统帅，怒气需求1000点，对目标造成一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2000啊，这个2000的数值比我想象中还要低很多啊。其实2000的直接伤害呢，在现在的版本来看呢，是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但是我们要看他其他的技能先来，有可能他其他的技能是有其他的伤害也说不定，并使自身部队获得持续10秒的死亡状态。状态效果如下：每3秒对目标部队施加1层的中箭效果，受到持续5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100。该效果可以叠加，上限为3层，且每次叠加都会持续刷新时间。所以你们可以默认为这个技能是长期都会存在了，因为他这边讲持续10秒嘛，他这个10秒是已经足够让他在下一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又再次触发了。然后他这边说持续5秒的额外伤害呢，就是说每一秒就会打出100的伤害嘛，持续5秒就是500，所以严格来讲，他这边的伤害系数是有2500。但它的重点还是那句啦，就是每3秒就会增加1层嘛。那如果你是真的可以叠上去的话，就变成说它这个伤害系数最多就可以变成300，就讲你打1秒就是打300的效果。如果它真的是可以弄到300的伤害系数，然后持续5秒的时间，就相当于有1500的伤害，再加上它本来的2000伤害，总计它有3500的伤害。但那个问题还是那一句话，它必须要叠上去。那假设说我在拉扯途中怒气断掉了怎么办呢？那是不是要重新叠过？重新叠过的话，就变成说它的伤害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所以你们不要有那种想法，就觉得说哦，这位统帅他的伤害就是3500，你们不要这样子想啊，因为实际上你能不能叠到这个效果呢，是很微妙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战场来讲呢，你要持续打久才会这样子。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想要稳定说他这个持续5秒的伤害都一直稳定在300呢，唯一的可能性可能就是在集结或者是驻防的时候，因为你是一直持续在打的嘛。但是也可以看到他这个主动技能呢是没有任何的 buff 任何的 debuff， 只是针对自己的伤害在提升而已，所以把它作为主将的可能性会比较偏低一点啊，有可能是作为诸葛亮或者是秦始皇的副将。那我们先看一下第2个技能，自身为野战部队时，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 25%， 这个可以接受，攻击力提升 15% 也可以接受，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可以提升到 20% 啦。进入战斗的前10秒内，基础攻击有 50% 的概率施加1层重箭效果，冷却时间5秒。它这个重箭效果又要回去它的第一技能了，就是说它这个受到持续5秒的额外伤害，有可能也可以同时触发，但是也是一样，它的冷却时间有一个5秒钟啊，因为可能有一些玩家他是想要拿来当地鼠什么之类的，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来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受到的治疗效果提升 10%， 行军速度提升 25%， 看到这边有一个治疗效果，相信他自己的技能应该也是有治疗的。行军速度提升也算是弥补了现在工兵跑路比较慢的问题吧， 25% 的提升。每施加5次减1效果，使自身部队获得持续10秒的白鹰效果。基础攻击有 50% 的概率在目标部队圆形范围内选取最多3支非目标部队的敌方部队，使他们获得2个自由深施加给目标部队的重箭中毒减速或其他额外伤害外的普通减1效果，连冷却时间4秒。但他这边又没有明确说他这个普通减1效果有包括什么东西，大概率应该也是攻击防御生命降低之类的。每施加5次增益效果后，使自身部队获得持续10秒的黑鹰效果，造成直接伤害或真实伤害时有 50% 的概率治疗恢复自身相当于该次伤害 20% 的伤害系数的轻伤单位，冷却时间3秒。这也难怪它上面有一个第2技能治疗效果提升 10%， 原来就是要配合它的第3技能。但其实也可以看到
他这个技能有比较多明显的缺点啊，就是他必须要累积5次减役或者是5次增益之后才会有的效果，还是限制玩家要持续打下去啊。如果你不持续打下去，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拿到这么多增益或者是减益效果。但是我看了他的觉醒技能呢，有一个是关于他这些减益或者是增益效果的提升啊。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的技能先。自身为野战部队时，释放主动技能时，对目标部队造成1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等于目标部队拥有的减益效果数量乘以100，最大伤害数值为1000。造成技能伤害后，有 50% 的概率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10%。为什么他要把那个统帅的技能设计的这么复杂 ？OK， 这边还是那一句话，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没有冷却时间的，然后是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也就是说主将跟副将释放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效果。根据他这里的计算方式来看的话，至少对方要有10的减益效果数量才可以乘以100，才可以到最大值1000的伤害。造成技能伤害后，有 50% 的概率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10%。我觉得大家可以默认把这个技能都是常驻存在的。假设说它是拿来搭配秦始皇使用的话，因为秦始皇它的普通攻击伤害就是技能伤害，拿来搭配使用是刚刚好的。而且就算不拿来搭配秦始皇用的话，你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主动技能有持续5秒的额外伤害，额外伤害也包括在技能伤害的，所以也可以默认它是有的。觉醒技能施加减益效果的时候，使命中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防御力降低 5%， 就是有一个减益效果了。该效果可以叠加2层，且每次叠加会刷新持续时间，每秒最多触发3次，对每支部队每秒最多触发1次，冷却时间1秒。它的觉醒技能是算它全部技能里面最强大的，就相当于一个 10% 的防御力降低，而且它的冷却时间也是挺短的，才1秒时间而已。也难怪这位统帅要设计成单体统帅，如果他设计成有 AoE 的统帅的话，他这个技能就真的是超强了。施加治疗效果或增益效果时，使命中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防御力提升 2%， 该效果可以叠加5层，且每次叠加会刷新持续时间，每秒最多触发3次，对每支部队每秒最多触发1次，冷却时间1秒。他这个技能怪怪的，一下子又让对方的防御力降低，一下子又让对方的防御力提升，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那个提升的数值是相差很远的，这边一个 5%， 一个 2%， 他讲这边最多可以叠到5层啊，就是 10%， 但反而他那个防御力降低最多可以叠到2层，也是 10%， 其实算起来是差不多的。那其实我对于这个统帅的评价并不是这么好，虽然他的技能写得很复杂，写得很厉害这样子，但严格来讲啊，你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技能里面可以发现到最多的东西就是要叠加要多少层，然后他的触发概率有多少。他这边有很多技能其实都是有概率的，就比方说像这里就有一个 50% 的概率，虽然这个概率触发还是挺大的啦，因为这边是讲基础攻击嘛，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理它。但是你可以看到其他的有50%的概率，然后可以看到最下面的觉醒技能这个要叠那个要叠，搞到来你在野战的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办法去触发，或者是你只是触发了最低的那个数值而已。就连他自己的伤害也是一样，自己也是要叠的，又要等那个时间，我觉得搞不来了，这个统帅有一点难度。并且说实在的，这位统帅比较起上一代的秦始皇来讲呢，是真的差很多啦还是秦始皇最厉害。我能跟大家讲，有哪一些玩家会比较适合用这位统帅。如果你在全部技能都可以触发的情况下，就是你必须要站着跟对方打，你要有持续的把你的主动技能伤害给打出去，因为他这些多数的技能触发呢都是依赖他的主动技能的。如果你时常容易断怒气的话，那这个统帅其实不太适合你，或者是你要持续让你的队伍进入战斗状态。另外一个比较适合去培养的玩家呢，就有包括打联赛打埃及之战的玩家，就很适合去培养这位统帅。因为当我们在打埃及的时候，你的队伍是不会拉扯的，你肯定是用你的队伍去撞敌人的，打到死为止。这个时候这位统帅就会很强，他不但有回血，他的伤害又高，又有减益效果，又有增益效果，也有可能来得及去叠加他这些增益减益效果。所以我个人感觉他在埃及之战的表现可能是比起 KVK 的表现还来得更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特效，你们可以看到他打出去的时候是有一个狮子，然后上面会有一个老鹰飞过，但是那个老鹰最后是冲向敌人的。看他打出去那个伤害呢，一下子打的时候有3000多，然后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伤害嘛，就有900多左右。他这个伤害估计是加上其他的一些技能伤害增益之类的，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但主要的问题还是终究他还是单体统帅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观望吧，这个统帅，因为你现在叫我讲他到底有多强，我也不能去跟大家分析。至于搭配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多方面去测试啦。反正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工兵统帅，像你可以去测试诸葛亮，可以去测试搭配秦始皇之类等等的。所以各位对于这位统帅有什么看法？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